今年春天的时候为减轻疫情对购房者的财务压力加拿大多家银行都推出了房贷缓交的惠民政策。但是现在呢，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房贷延迟的服务呢也纷纷都到期了。当初呢申请这项服务的房主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最近呢有一个数字我们来看看这个统计的数字，就是 63% 的房主他们已经恢复正常的还款。反过来解读呢，也就是接近 40% 的人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款加拿大银行协会的数据称截至9月，加拿大申请房贷延迟的 79.5 万房主中已经有 49.8 万人开始正常的还贷，占到总额的 63%。根据加拿大银行协会的统计选择房贷缓交的业主人数在3月至6月的时候就一路上升，7月份达到最高。我们看一下这 49.8 万人他们是如何摆脱房贷缓交而恢复正常缴纳房贷的看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CBC 的一篇文章说他们总共有6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呢是与银行协商重写房贷合同，比如说延长还款期限，降低每个月的还款额度，在房贷合同上增加担保方，用其他资产来临时担保房贷。第二种方法呢是暂停其他贷款项目，比如说车贷、学生贷款、商业贷款等，优先支付房贷。第三种呢是使用房屋净值额度，将房子当信用卡来用，借出来的钱支付房贷，房子抵押再贷款。第四种呢是用信用卡来借钱还房贷，这个呢应该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了第五种呢是向私人贷款机构贷款，这个呢就是借高利贷了第五种。第六种呢是向亲友借钱，这种方法我觉得相对靠谱一些当然呢前提是有亲友愿意借钱给你还房贷。 CBC 的这篇文章也说这些方法都不是无痛的方式这些业主呢可能都要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比如说信用卡借款它是有限额的，而且呢可能要支付较高的利息。再一个呢就是断供其他的债务，比如说车贷、学生贷之类的，可能会降低你的信用分数甚至可能产生一些罚款什么的。那像私人贷款机构贷款的话，那可能就是所谓的借高利贷了，它的利息是非常高的据说呢，目前加拿大的私人贷款公司在你拥有稳定资产担保的前提下，一次性可以借给你5万现金但是利息是非常高的，高达 10% 到 12%。向亲友借钱呢，通常不会发生利息的后果，但是呢，可能会伤害你和亲友之间的感情。与银行重签房贷合同呢，虽然是很多人的首选项，但是呢，其实相当复杂很多的时候呢，修改合同还需要付费的。那么现在呢，还有 29.7 万的业主还处在房贷延迟还款的状态这些人的缓交合同在未来4-5个月内都会陆续到期也就是2020年底到2021年3月，是不是会发生大规模的断供潮，主要就看这几个月了目前加拿大的经济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正处在2次疫情爆发的期间所以说这段时间呢，需要买房的朋友我就建议需要多观察多分析现在的状况通过前面的信息就可以看出来近4-5个月内这近30万人他们的这个还款的情况呢，我觉得会决定加拿大未来房价的走势所以说呢，大家应该多听多看多分析。